实际上原来我应该是一个很温和、很保守的一个人。看到这些不公啊，我渴望改变它。但是就觉得嫁给他觉得特别多磨难，他甚至是觉得我也是特务。就差不多有3个月我才恢复了，慢慢的恢复了自己可以运动。我都差一点觉得自己要残废掉了。我等了他2年多，然后很辛苦帮他带着孩子。所以没有任何媒体问过我这个事情，甚至没有朋友问过我这个事情，就是说整个人完全变掉了，或者疯掉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王清莹认识他是从当年的广州三君子事件，他也因为这次事件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2年。我要追求自由民主，我觉得自由民主是个好的东西，也没有太多人，我现实中见不到这样的人付诸行动的。那么我就找到网上看到有个坐牢的朋友叫欧阳笑容，他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我就马上都是除夕那一天去了他家，然后他都给我介绍了现在跟我一起坐牢的唐金玲。基本上第1个星期我们就去街头创文化上，然后就搞聚会。从此王清莹开始积极从事人权工作，他参与签署08宪章，参与声援并签署废除劳教条例，参与推进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等。因为与唐金玲和袁新婷等人多次搞文化衫运动而被国保警告。2013年，王清莹与妻子曾洁珊相识。他当时在国内已经开始在做这些人权工作，你当时知道吗？其实结婚的时候还真的不知道，就是他们案件发生之后才知道的。他被捉的是我也是整个人也懵了，后面是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一个言论自由，一个思想自由。但是就是说他因此而被捉到监狱里面，是觉得挺不可思议的。2014年5月16日，广州市国保联合白云区警方带领20多个便衣，在没有出示任何搜查证和警官证的情况下，强行搜查了王清莹的居所。那是抓我的是寻衅滋事罪，那么逮捕的时候，过了1个月，逮捕的时候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时我是在上班，警察应该是先去我单位抓我，然后突然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派出所的。然后派出所，他首先没有让我太太见我，他们是先跟我太太谈话。他就问我知不知道我先生做了什么事情。2014年6月20日，王清莹被正式逮捕。2016年1月29日，王清莹被广州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半。比如说，我们我刚进看守所的第一课，他就把我脱光，整个人都脱光。实际上那里面男的女的都有啊，他就这样来羞辱你嘛。那么有2次他给我打晕，医院呢他是把我那个五花大绑，就是什么叫五花大绑啊？就是脚是钉到这里，手是对脚是绑到这儿床两边，然后手是这样绑着，也算最严重的，都是有8天，他是这样的，他是给我脚钉到这个地上，脚钉到这地上，然后是带着背背夹。什么是背背夹呢？就是这里要绑着，这里要绑着，它是有很多那种布袋子，很宽的布袋子这样绑着，这样，这个手是戴着手镣，这样，这脚也是钉的镣，钉到地上，脚镣、手镣，然后这样绑着，每天都是吃一口饭，喝一口水。说这样连续8天，连续8天8夜，对。而我拉屎拉到裤子里，尿到裤子里，他都这样折磨我。那我这个8天我起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自己要死了。因为我第8天的时候，我都看那个天花板都已经是晕的，就是模模糊糊的。他给我解起来的时候，都要人搀扶着我，就差不多有3个月我才恢复了，慢慢的恢复了自己可以运动。我都差一点觉得自己要残废掉了。2年的牢狱生活
不仅是对王清莹肉体上的折磨，出狱后他发现自己每天仍然生活在惊恐之中，无法入睡，怀疑一切，这让他的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好像是就像松绑了之后，不知无所适从那种感觉。我忽然就感觉到啊，铺天盖地的恐惧来了。那我听到那个外面那个树叶响，我就觉得好像是我都要蒙着被子，我要把所有的那个灯全部开掉，厕所里反正任何灯都要开掉。那我一个人不敢出门，就差不多有1-2个月了，不敢一个人单独出门。我出门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是比如一个车过来了，我觉得他可能要撞死我。我一下子觉得我对我太太也不信任了，我觉得我太太好像要来害我。他就前面都说一直跟我说，他说就是出狱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周围的人都不正常，就对他好的都劝他啊，以后就是这个事情要小心点啊，怎么，他都觉得就是说可不是会不会是那个国安派过来的，就劝他，他甚至是觉得我也是特务，他觉得你看其他年轻犯那个家属全部都没有工作了，为什么我这太太还能保持工作呢？然后后面就是我跟他谈什么事情，他说着这个眼神就变了，他就完全听不见我在说什么，就是在心里面可能在打量我，在怎么，我就觉得一下子我看他眼神觉得很恐怖。您觉得您在监狱的这段生活有没有对您的这个精神心理上造成一些很难抹去的阴影？因为您出狱之后，的一段时间，网络上有爆出来，就是说你有对您太太有过这个暴力行为，就是您对这段时间发生的这个事情，您怎么解释？我只能说感觉非常羞愧，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太太，我觉得做的是非常非常不对。我太太是对我牺牲是非常大的，她也非常勇敢，在我坐牢的时候还声援我。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事，我实际上一直也没有从来是没有任何媒体问过我这个事情，甚至没有朋友问过我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他出来之后，就是并没有说因为这个案件结束了，就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好，他不是这样子，他是把这个监狱那个氛围都待在家里面，而且后面我被他打了之后，我觉得我整个都崩溃了。因为前面就包括家人也好，然后领导也好，什么朋友也好，劝我跟他离婚，我当时都坚定自己的想法。再一个人就是说，他说危难的时候怎么可以离开他了，对吧？我等了他2年多，然后很辛苦帮他带他孩子。对不起啊，宝宝。就有时候想想，我就觉得就会自己一个人在掉眼泪，特别是自特别累的时候，孩子就哭闹啊，生病的时候就是哭个不停的时候，然后自己身体又不舒服的时候，真的就你就觉得很想放弃的，觉得干脆就离开了算了，因为我觉得像他们这种，我是听到像他们这种民主人士，这些家庭很多都99%的几乎都离婚了。有时候想想他们这些家庭里面，这个女主是特别的不容易，因为觉得就婚姻，那女人来说的话，肯定都希望一段是美满就幸福的婚姻嘛，但是就觉得嫁给他觉得特别多磨难。王清莹在精神好转后，更加积极地从事人权工作，而这也让他们的生活受到国保的严密监控和迫害。由于恐惧和惊吓，致使曾杰山在孕中大出血，住院1个多月才保住胎儿。我看到他出血那一天，我都是绝望。我觉得是我一下子，我觉得整个人我已经崩溃掉了，我这个脑子都一片空白啊！这个小孩几乎没生命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并且他是警察，你说我要做什么？反正我一下子都想到了养家。我一下子明白了他在做什么。2018年7月9日，全家在各界人士的帮助下来到美国。
你觉得这一切值吗？我也没有想过值不值，很难说让我停止，就是很难说来阻止我。但是我也知道我对我太太确实是，她是对我为这个家付出太多，我对这个家的这个欠缺太多，亏欠太多。